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您现在看到的这位美丽的母亲名叫苏静，她是法轮功神韵艺术团的创始人之一，被很多法轮功学员称为神韵之母。苏静有2个姐姐，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孩，也是最漂亮的那个。和她的学霸姐姐安妮完全不同，苏静不爱学习，但却极具美术才华。神韵舞蹈团早期那些美轮美奂的服装，便是出自苏静的手笔。2019年9月30日凌晨，神韵之母苏静在儿子的搀扶下，步履蹒跚地离开了她工作生活了20年的位于纽约的法轮功龙泉寺总部。她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州奥斯汀。阔别20年后，苏静想回家了。准确地说，那是她学霸姐姐安妮的家。此时的苏静自己已经没有家了。同一天晚上，年近古稀的学霸姐姐安妮在奥斯汀机场看到了失联已久的妹妹苏静。在那一瞬间，学霸姐姐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是自己最漂亮的妹妹。3姐妹中最漂亮的苏静，曾经荣获选美皇后的苏静，此刻形容枯槁，身高165公分，体重仅剩下30公斤，牙齿乱七八糟，几乎无法咀嚼，身体虚弱到无法自主行动。学霸姐姐安妮强忍泪水启动了车辆，她想尽快将可怜的妹妹送回家中安顿。可是刚刚开出没几米，车后座上传来妹妹苏静微弱而悲惨的哀鸣。苏静虚弱地说：“姐姐，请开慢一点，我的胳膊是断的。”随后的体检结果显示，苏静左上臂有陈旧性骨折，推测发生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，且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痕迹，这导致左上臂骨头断裂，一有颠簸就剧痛难忍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补充一件事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于1997年润到美国，以特殊人才的身份。从那时起，国内媒体就开始系统性的批判法轮功，其中有一条是法轮功不允许生病的人去医院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。起初我对此坚信不疑，但随后在2006年左右，我在伦敦看到了法轮功的报纸，应该就是大纪元时报。那上面说，所谓法轮功不允许生病的人去医院，是中共在造谣。然而，苏静贵为神韵艺术团创始人、神韵之母，如果连她这样的严重骨折都不去医院，那么基层的神韵舞蹈演员呢？结合其他多位神韵舞蹈演员的陈述，最接近事实的解读或许是，法轮功体系用系统性的意识形态管制，也就是 PUA 的手段，最大程度地阻止其成员去医院接受现代治疗。比如你生了病，就是自己的修为不到，心性不到，所以需要一群人对着你发正念。甚至连跳舞时摔伤、韧带撕裂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生病摔伤，你自己永远是第一责任人，说白了就是你活该。对比法轮功和中共两边的说法，至少在这件事上，哪边在说谎？各位观众自有判断。然而苏静的病痛远不止于此。苏静在为法轮功效力的20年内没有任何医保，但此时此刻，面对体检的家庭医生，学霸姐姐安妮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她焦急地询问自己的妹妹要多长时间才能好。医生安慰她说：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马上安排骨科的医生把手臂接好，同时我也会安排牙科医生把苏静的牙齿治好。”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医生触诊到了苏静的腹部，医生的脸色一下子变了。医生强忍住内心的愤怒，轻声说：“有肿瘤，很大，疑似癌症晚期。”几天后的核磁共振和 X 光检查确认了这一结果，肾癌晚期，已转移。从那一天起，苏静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从那一天起，苏静住在了学霸姐姐安妮的卧室。她们3姐妹中的大姐也从加州来了，她们的98岁的母亲也来了，苏静的儿子赵亮、女儿赵莲也来了。苏静的床头摆满了鲜花、油画和家人的照片。
那天晚上，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仿佛从未来到过去。照片上的容颜重新变得年轻，散发着生命的活力，仿佛色彩斑斓的童年。1953年，苏静出生于台北，是家里的第3个孩子，也是年龄最小的女孩。很快，她就出落成3姐妹中最漂亮的那个。然而，她对学习并没有什么兴趣，这一点和她的学霸姐姐安妮截然不同。这在台北这种大城市并不是好事。好在到了苏静上小学的时候，苏静父亲从军医的岗位退役，于是全家从喧闹内卷的大都市台北搬到了风景如画的石门水库景区。父亲在那里继续悬壶济世，很快就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，全家收入颇丰。石门水库的美丽以及当地小学那轻松的氛围，大大的激发了小苏静的美术才能。很自然的，苏静和她的学霸姐姐安妮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在石门水库，小苏静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光阴荏苒，到了1972年，18岁的苏静来到美国旧金山，随后她如愿以偿进入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学习工业艺术。同学们说她非常热心，乐于助人，空闲时喜欢和朋友一起逛街吃饭。当时在圣地亚哥的很多华人学生都认识她。1976年，苏静顺利毕业，她的业务能力很强，很快就开始独立接单，在业内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名望。不但学业顺利，苏静的爱情也结出了果实。在毕业前夕的1975年，她和一位姓赵的年轻学生结婚。这位赵先生是学霸姐姐安妮的好友加学弟。那根据学霸扎堆定律，这位赵先生同样是一位学霸，随后拥有地球物理博士学位。6年后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赵亮出生。又过了3年，他们的第2个孩子赵莲出生。此时赵先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，他凭借出色的学识和能力，成功进入美国宇航局 NASA 任职。而我们的主角苏静，此时儿女双全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平时在家接各种工业设计的项目，日子过得是匆忙而充实。为了更好地照顾2个孩子，苏静的父母甚至也搬到了他家旁边，时不时过来做饭。2个孩子和姥姥姥爷的关系非常亲密。平静的日子就这样过了10年。1997年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通过杰出人才签证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DC。也就在差不多时间，苏静全家因为工作变动也搬到了华盛顿 DC。苏静的丈夫赵先生就在华盛顿 DC 的美国宇航局 NASA 总部任职。苏静为人热情，交友广阔，很快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有一天，一位朋友找到他说，最近流行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，练一练身体会很舒服。苏静虽然热心爱热闹，喜欢交际，但在运动方面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宅女。这一点和她的学霸姐姐安妮截然不同。此时的苏静45岁左右，常年不运动，难免出现了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。而法轮功的基础动作脱胎于瑜伽，对于这种从来不运动的人，当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学霸姐姐安妮后来是这样评价苏静的：她在信仰上特别坚决，甚至固执，认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拉回来的。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苏静从此以后对法轮功坚信不疑。2000年左右，法轮功组织购买了纽约郊区的一处山头，并盖了很多房子，合称为龙泉寺。苏静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华盛顿 DC， 跟随法轮功组织住进了纽约龙泉寺。他是第一批住进龙泉寺的人。到了2006年，神韵艺术团成立，总部就在山上龙泉寺。苏静是神韵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他参与了早期几乎所有的重要事项，甚至包括利用自己熟练的英语去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，为法轮功团体争取更好的待遇。尽管丈夫反对，
他仍然把自己的儿女，儿子赵亮和女儿赵莲送到了神韵舞蹈团，成为第1届团员。那时神韵只有1组演员，苏静是领队、后勤、大总管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学霸姐姐安妮说，由于工作压力太大，苏静并不常和家人联系，偶尔联系，无一例外翻来覆去都是法轮大法好这样的话，而且还嘱咐说，你一定要讲，每天都要讲。而这些话对于这个基督徒家庭而言是不可接受的。在争吵中，苏静的家庭关系亮起了红灯，不但和父母姐妹疏远了，就连她的丈夫地球物理学霸赵先生也和她登记了分居。赵先生至今健在。学霸姐姐安妮回忆说，赵先生是她的同学，一位非常纯粹的科学家。在和苏静正式登记分居之后，赵先生专心科研，并没有交往新的女友。除此以外，赵先生还非常大度地把自己的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交给苏静，这也为后来的事埋下了祸根。2010年，神韵去加州巡回演出，那是学霸姐姐安妮和苏静的倒数第2次相见。9年后，当他们再次相见时，苏静已然病入膏肓。2019年10月初，医生确诊癌症，肾癌晚期，已多处转移。医生的愤怒是有道理的，苏静的这种肾癌，早期筛查很容易，早期治疗同样很容易，只要有医保并做正常的体检，不会有任何问题，而且预后良好，甚至基本不影响预期寿命。然而，苏静在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工作了近20年，从来没有任何医保，连工资也没有。面对着第1期10几万美元的预估费用，学霸姐姐安妮问苏静说，那你卖房子的钱呢？你不是说卖掉房子给赵亮、赵莲每人分1半吗？卖房子的钱先垫上可以吗？我们这就帮你办医保。苏静回答说，捐了，给神韵买钢琴了。安妮惊呆了。就在3年前的2016年，随着神韵规模的扩大，钢琴不够用了。负责音乐的杨老师建议买10台普通的立式钢琴，每台5000美元，共5万美元。李洪志就跑到苏静那里去诉苦，苏静就变卖了他唯一的房产，并在2016年2月购买了10台雅马哈立式钢琴。但很快李洪志就不满足了，他进一步对苏静说，师傅苦啊，师傅苦啊，神韵的孩子们应该可以有更好的钢琴啊。苏静犹豫良久，到了9月份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咬咬牙又拿出11万美元购买了顶级品牌贝希斯坦的豪华大三角琴。在同一天，他又拿出8万6千美元购买了3架小一些的雅马哈三角琴。学霸姐姐又不甘心地问，那你老公的账户呢？原来此时苏静的丈夫赵先生早已从 NASA 退休，并回到台湾老家的大学任教。NASA 非常慷慨，每个月给赵先生600美元的退休金，那这些年下来也应该攒下10几万了。苏静又摇了摇头，2个关联的信用卡都给师傅和师母了。学霸姐姐打开电脑查看银行对账单，里面的大额消费触目惊心。从2012年开始，1万美元的豪华名表，几千美元的爱马仕包，迅速榨干了赵先生原本丰厚的退休金。这些大额消费同样伴随着高额的外国转账费。很显然，这些消费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店。除此以外，神韵的域名、办公室顶配苹果电脑、个人使用的顶配苹果手机，我们在其中甚至发现了售价高达69.9美元的豪华扑克牌。最后一笔消费是2019年11月，此时苏静已然不在人世。学霸姐姐安妮对我说，苏静的身体垮掉以后，带队神韵巡回演出的事就落在了师傅李洪志的老婆师娘李瑞身上。
据多位神韵演员反映，李锐很喜欢逛奢侈品店，却不知在这背后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的哀嚎。在2019年10月的第2周，医生建议临终关怀。2周以后，2019年10月29日清晨，苏静去世。苏静去世的前一天是2019年10月28日。学霸姐姐安妮阿姨对我说，就在苏静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忽然不说话了，只有一双眼睛在来回看她的学霸姐姐，看她从加州赶回来照顾她的大姐，看她的女儿。安妮对我说，那天晚上自己拿出了圣经，翻到新约约翰福音，读给苏静听。苏静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，那本圣经苏静曾经如此熟悉，现在却又如此陌生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石门水库风景如画的天地间，小苏静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6年。随后她上了卫理女中，那是一所贵族学校，也是一所基督教学校，老师和同学来自温柔有爱的家庭。每到星期天，教堂的大门开启，他和同学们就高高兴兴地跑进教堂，穿上洁白的圣袍，吟唱庄严的赞美诗。那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，他相信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万民，叫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乃得永生。但在他内心的某个角落，他隐秘地相信上帝特别偏爱他一人，使他能有如此宠爱他的父亲，如此照顾他的姐姐，和如此喜欢他的同学。安妮轻声朗读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约翰福音上记着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是的，自由。6岁的某一天，小苏静从嘈杂阴沉的台北市来到了风景如画的石门水库。在那里，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。自由就是她晓得的真理。看哪，天是那么蓝，阳光是那么亮，天上还有鸽子在飞，歌哨的声音叫人终身难忘。6岁那年，她得到了自由。约翰福音上记着说，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在风景如画的石门水库，苏静感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。这一切都与死气沉沉的台北市截然不同。你看，那天上的飞鸟在歌唱，树上的鸣蝉在伴奏，还有仲夏夜晚那数不清的叫不出名字的虫儿在合唱。在更丰盛的生命中，苏静长大了。12岁那年，她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约翰福音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后来她只身来到美国，怀着对学霸姐姐的崇拜，她与学霸丈夫相爱，彼此相爱，如同耶稣爱我们，如同上帝爱世人。22岁那年，她得到了爱。在随后的10年中，喜乐与平安常伴随着她。正如约翰福音上记着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虑，也不要胆怯。然而约翰福音上还记着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就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在某个晚上，姐姐的声音同上帝的话语就逐渐远去了。她曾经拥有自由、丰盛和爱，然后她离开了他们。住到龙泉寺让她失去了爱，家人和丈夫离她远去了，每天压榨式的长时间工作让她失去了生命的丰盛，成为一架机器。最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让她虚弱到无法行动，她终于连自由也失去了。最后的最后，10月29日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病房，约翰福音也读到了最后一章，耶稣死而复生，身上所有的伤口都愈合了。此时的苏静躺在病床上，即将失去意识，她仿佛感觉自己的左臂不再疼痛，完好如初。安妮轻声读道，约翰福音上记着说，耶稣来了，站在众人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在那一刻，平安终于充满了苏静的心灵，
她满足地闭上了眼睛。6年以后的2025年，我站在安妮的卧室里，那也是苏静生命最后1个月住的地方。那里摆满了鲜花、油画和一家人的照片。我问安妮说：“苏静为什么离开基督教，信了法轮功呢？”安妮说她不知道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巧合，而当初将法轮功传给苏静的那个朋友，反而最后没有信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命。我又问：“那么，他临终前回来了吗？”安妮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我是这么希望的，这样，也许将来我们还会在天堂相会。”